大家好，我是大伟。现在脾胃不好的人非常的多，我曾经有幸拜访过一位中医泰斗啊，已经92岁的高龄了。这位老爷子啊，他自己啊做脾胃啊，他是非常有一套的，而且呢，他把这个方法告诉我以后啊，我分享出去，那么很多人啊是因此啊反馈是非常的好。他告诉我们啊，我们的双腿上面啊就有一条养脾的线，你只要在冬天的时候啊，一定要去把它多搓一搓，只要多搓动啊，就能把我们的脾先生、魏小姐啊，让他变得非常的开心。那么今天这个方法分享出来，同时这位中医老先生啊，他还讲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小方法。这个小方法只要你去用，你会发现你的脾胃啊将会在未来的49天之内，逐渐的一天比一天的强壮。好了，咱们话不多说，这个动作呢分为2套啊，2个连在一起，1加1大于2，咱们一个一个来给大家说。首先呢，咱们先讲一下这条养脾线在哪里啊？它就在我们的小腿内侧。我站起来给大家讲一下啊，你看，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看好啊。我们的脚的内侧，从大拇指这里，你顺着咱们的这个骨头往上走。从我们的这个胫骨的后方这个地方是个小凹槽，你看一个小台阶往上走，就一直往上走就行了。你顺着这条线往上拉，那么我们走上来的这条线就是我们的脾经线。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好，首先呢，脚底的这个位置呢，我们一般不做，我们是从哪里开始？从我们的足踝上方3阴交开始，顺着往上走就行啊，就这么去滑上去。这个地方你去摸，有很多朋友摸起来以后啊，哎呦呦的啊，感觉到里面特别的胀，而且你摸起来以后里面很多小疙瘩，这就对了，这就证明你的脾经这条线啊不通。我们一定要让它像一个熨斗一样把它烫平。怎么去做呢？非常简单啊，你看，首先找一下3阴交，3阴交这个位置在哪呢？我们把我们的手握拳。然后呢，把我们的大拇指啊指着我们的食指中间的这个中间段啊，这个位置把它指住。指住了以后非常简单，你看哈，小拇指就对着我们的足踝内侧一个高的点啊，那凸起来一个高的点，小拇指对上去。好，那么我们手都成这样的形状呢，对上去以后，你看，把我们的4个手指撤开来，那我们大拇指的位置就是3阴交。何为3阴交？3条主线，脾大宝的线，还有我们的肝大宝的线，还有一个肾大宝的线，全部在这里汇集，叫做3阴交。那么我们从这儿顺着我们这个小凹槽开始往上走，大家能看到一条线出来了吧？我们顺着往上拉啊就可以了。我们每天这样往上提，为什么？因为要让我们的脾大宝开心，所以呢，我们去做上一个15下到20下。在走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把里面这些小气泡、这些不好的，我们要慢慢的把它摸上去啊，就这样可以2个手一起去做。咱们很多朋友在泡脚的时候做这个动作啊，感觉更加的好。这是今天咱们分享的一条搓脾线，左右脚啊都要去做。这个动作呢，我相信大家做完以后感觉都会非常的奇妙。我们的身上啊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只要找对位置以后，你会发现很多问题啊变得非常简单。但是这位周老爷子啊，这个92岁的老先生啊也讲了，说其实脾宝宝、胃宝宝啊，它并不是像你想象的这么简单的。我们有很多人常年的一些不好的，比如说小风啊、小寒啊，还有包括小湿同学啊，全部聚在这儿，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用一些其他的方法啊，去把它保持住一个平衡。那这个方法呢也是非常有名的方法，咱们以前啊有个非常有名的人叫孙思邈，叫做思邈线丹。这个丹是何物呢？就是让它把它放在肚脐这个神阙当中，让它能够发光发热，把里面的小寒同学、小湿同学，还有我们的小风同学全部赶走，让我们的脾大宝、胃大宝逐渐的强壮起来。那么这个丹怎么去做？其实人人家里面都有啊，非常的简单。我们准备花椒6到7颗，艾绒1小撮，再加上桂圆肉1颗，把这3样放在研磨罐里面，把它捣碎。捣碎了以后呢，你再加入一些适当的蜂蜜，然后你去搓就行了，搓成一颗一颗的小丸子。大家千万别小看这个小丸子，里面的艾绒它就像一个太阳一样，咱们把它称之为叫至阳之草。再加上桂圆肉，不仅能够入我们的脾大宝，而且能让我们的红色的水啊往上去升。再加上花椒，它不仅能够温我们的阳，而且它还能有很强的窜走能力。
这么大的一个地盘，我们需要花椒带着我们其他2员大将在里面去窜。这3个东西啊，组成了这个小丸子，我们一定要晚上去贴，白天就把它撕掉。脚底当中，涌泉是我们肾经的口，所以呢，有很多人经常问啊，老师，我上热下寒怎么办？再找到涌泉，这个小丸子放在涌泉这个地方非常好。那么有很多朋友啊，没用过这个方法，大伟替大家感觉非常的可惜，这个方法实在是太好了。有的朋友说，老师，我实在是没有时间，我动手能力又不强，我做不了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师门当中专门做出来的这个肚脐贴，你们直接选择成品直接去用，感觉非常棒。我把这个成品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就是这盒肚脐贴已经帮助了很多人养好了脾胃。这盒肚脐贴和你市面上面见过的所有的肚脐贴都不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咱们打开盖子就知道，轻轻的闻一下。你会闻到里面的味道非常的浓郁，大家要知道，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味道越浓郁，证明里面的选材用料越真。而且我要给大家说的是，这盒肚脐贴是咱们师门当中自己去做的，里面只有3种材料。第一个艾绒，艾绒选的是谁？一定要是朝着阳面的艾，这个艾绒啊，它生长周期一定要是1年以上，在阳光的照射下，一定要是每天满足10个小时以上的阳光照射，所以呢，叫做纯阳艾。第二个就是这个桂圆，桂圆也有讲究，叫做广西博白的桂圆。这种桂圆肉呢，它出来的能非常好的去激活我们里面的这个小气小血，让我们红色的水啊变得更充足，让我们的脾大宝啊变得更喜欢它。第3个就是它的花椒，不是平常的花椒，而是四川的花椒。四川的花椒它的窜走能力更强，而且它带着小温小阳，能让我们整个里面像这个暖阳一样照射的感觉，所以你用完以后，整个肚子当中啊都暖洋洋的，非常舒服。那么从里面呢，咱们拿出1小颗啊，拿出这么1小颗，这个呢外面是一层油脂，我们每一颗都在外面附上了一层油，为什么？因为做工非常的好啊。你看拿出来以后就是这样的1小颗，每天晚上我们一定要记住是晚上贴，就用它上面的这个纸直接贴在肚脐当中，脚底的话。2个脚涌泉也可以把它贴上，1个肚脐2个脚底贴完以后，你坚持一段时间，大概就1个月左右，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这个肚脐贴有的时候我自己，比如说累了，或者是我感觉自己的脾胃不开心，我自己也会去用。用完什么感觉呢？大概3天左右到4天左右的时候，你会发现肚子当中像升起了一股小太阳一样，暖暖洋洋的，脚上像踏着个风火龙，从我们的这个涌泉当中感觉到热热乎乎的，非常的舒服。这种感觉。我相信只有用过真材实料做的这个小丸子的人，你才能感受得到。一般市面上面它的这个小丸子的材料，我们都不好说啊。咱们这个小丸子的材料每一样都是真材实料，大家可以去感受感受。我们师门当中做出来的这个肚脐贴和你们去做的完全不一样，用起来感觉也不一样。所以我们选择东西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的。大家好，我是大伟，你有没有关注过你自己的呼吸？我教你一个小方法啊，你用你的双手手掌。捂住自己的耳朵，就像这样捂住，眼睛闭起来，把头往下低，然后来吸口气，吐出来。你注意一下，听你呼吸的声音。当你把耳朵捂住，它能感受到你自己呼吸的这个声音。有的人啊，他是比较粗的；有的人头一低，然后会感觉到有一种咆哮的声音是在里面发出来的。有的人呢，呼吸起来啊会比较的柔顺，自己关注一下自己的声音。其实咱们现在有很多人啊是不注重自己呼吸的，呼吸也是非常有讲究的。你要知道，真正会练的人都是会呼吸的。打个比方来说，如果说你的呼吸变得比较的急促啊，呼吸变得比较的快，一个呢是你的吸气量变浅了。这个时候频率加快了以后，你会发现这里跳动的速度变快，同时呢，你这个人容易变得更加的急躁啊，容易发脾气。当你呼吸的频率接近我们的正常的一个进气的时候，就是我们偏向于理性的时候。而我们如果想要身体慢下来，比如在特殊的时候，你晚上睡觉这7、8个小时总是睡不好，就是翻来覆去的，或者是你就看星星看月亮，就是睡不好，往床上一躺啊就胡思乱想的，或者是你平常总是胡思乱想的人，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让你的呼吸节奏慢下来。
你呼吸节奏只要一慢，它这里的速度就会慢，然后呢，整个大脑当中的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呼吸也是非常有讲究的。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其实说来也巧，在很多年以前啊，我认识了一个非常厉害的老人。这个老人啊，90多岁，专门啊对呼吸进行了深刻的研究，特别是道家的静功。你会发现，这个静啊是安静的静，道家的静功当中啊，它很讲究这个呼吸的调节，特别是我们熟知的这种吐纳法，都是在强调呼吸。那么在道家的静功当中呢，有一个最高阶的方式，就是叫做引导法。什么叫做引导法？顾名思义，通过一个手势，让你整个人引导到一个安静的状态。听起来是不是感觉特别的玄？但是我看这位老先生每天晚上睡觉的姿势，包括他有的时候在这儿打坐入定的姿势，都是通过引导法进行的，而且这么一坚持啊，就几十年下来。所以呢，我把这个方法也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试一试。特别是我们刚刚捂住耳朵，头低下来，感觉自己啊这里不通不畅的，都可以去做一做这个引导的方法去练习。那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引导的方法怎么去做，其实非常简单啊。我们把双手伸出来，用你的大拇指点住你的无名指根啊，点住它，2个手指都点住，把手这么一包裹住了。包裹住了，你看这个姿势，很多人都知道啊，叫做卧固。那么在道家当中呢，这个也叫做子午诀。把卧固做好以后，我们把双手啊，身体坐直，双手就置于我们的腹部两侧啊。你看这是肚脐，然后呢放在两侧就行，就这样放好，眼睛闭上。我们做3到4个呼吸，你感受一下你呼吸的变化。眼睛闭上，什么都不用去想啊，就正常呼吸就行。来，吸气。所有的朋友啊，可以慢慢的把手机放下来，跟着我一起做。吐气，吸气，自己去感受一下。吐气，吸气，吐气。因为在做引导的过程当中，我不能去讲话，所以呢，大家如果没看明白的话，可以往前快进一些，然后把视频暂停，自己再感受一下这个呼吸的变化。我来这里直接分享一下答案。刚开始你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气慢慢随着你的呼吸的一个时间加长，它会越来越深。从刚开始的，比如说我们呼吸到这儿，慢慢的到往下，再到下面啊，越来越深，一次比一次深，逐渐的这个气啊进的深了。吐出来的变得很绵柔，然后呢，你再观察哪一点？观察我们的肚子，手放在肚子两侧，它如果起伏的话，你会很明显的观察到，我们这个引导法其实是引导着你去做腹式呼吸啊，你不用刻意的去练，你也不用去了解，你只需要把手放在肚脐两侧，你会发现气进的深了以后，它这个肚子啊就开始上下起伏，这个就是腹式呼吸。同时呢，如果说你还能留出一些思绪去观察的话，感受一下我们这里的变化。很多朋友发现啊，这里做着做着就怎么样变慢了。它变慢了以后，逐渐的你原来当中的一些杂念就开始慢慢的跑掉了，就被你的呼吸带着走。然后你就会发现，此时就是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空空的、无无的，就这种感觉以后你会发现非常的舒服。所以呢，这是这位老者啊，每天啊下午的时候都会去做着一件事，每天就这样去做上一个10分钟。当然，我不建议大家这么去做，我只是建议大家在什么时候，如果说你在遇到一些比较烦的时候、比较躁的时候，或者你感觉你的情绪起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啊，10次就可以了，呼吸10下。那么如果说有的朋友啊，晚上这7、8个小时睡不好，特别是头一沾着枕头就开始忍不住乱想了，怎么办呢？一样的，用你的大拇指点住无名指的根，放在我们的肚脐两侧，就这么放着，人正着躺。如果你不喜欢正着躺，你侧着去握，手握着也行啊，把身体卷曲起来，就这么侧着睡也行。你只要这个姿势放好了，你会发现慢慢的你的呼吸就被调整过来了。当然，我建议大家比较好的，因为我看这个老师傅睡觉的时候都是这么去睡
啊，你可以把手就自然置在肚脐两侧。我自己去睡的时候也是这么去睡，会感觉特别的棒。你们这样一放，然后发现呼吸只要进得深了，接下来所有的都是通过这个引导的方法去引导好的。你记住，呼吸的速率啊，就会决定我们身体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会呼吸的人，往往他自己的状态就会非常的棒。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我是大伟。如果你感觉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把它收藏下来，并且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如果你没有关注我呢，一定要关注我一波，因为在别人那里啊，可能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现在有很多朋友啊，腰都不太好，特别是腰不好的人，还连带着坐骨神经一起出问题的，也是大有人在。咱们今天啊，大家都看到啊，我教大家2个动作，这2个动作可以说是和你以前接触的动作啊是完全不一样。但是你要相信我，你跟着我去练完这2个动作以后啊，你的腰部、你的神经啊，一些比较紧张的地方都能完全的松开来，而且只要经常练一练啊，就能很好的去稳固你的腰椎，打开你的这个神经的一个通道啊，释放出来一定的空间。练着练着，你就会发现啊，腰、腿、背都能完全的打开，因为腰它是作为人体的一个中轴，所以腰好了，你的腿脚包括背部啊，都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跟我做完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同时记得把这个视频收藏和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们现在来开始看动作。咱们这一次啊，总共有2个干货动作，咱们先讲第一个啊，非常简单，你看就坐着啊，腿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这个姿势很简单吧？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摆过这个姿势啊。你看左腿啊往下放平，右腿啊立起来。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把我们的手臂这一侧啊，你看往前去压，压在这里，另一侧呢放在我们这个手臂的前侧啊，这样放。这个动作是锻炼我右侧的这个腰部的，去给大家进行一个拉伸和释放。好，然后此时动作形成以后，把腿伸直啊，伸直，尽量去往下去伸啊。你看什么叫往下去伸呢？这个是伸直，这个是往下去伸。好。当你达到极限，你看我再往下动不了了，这就是极限。动不了以后怎么办呢？好 ，OK， 我们开始把脚，你看去旋转，是转啊。你会发现啊，你哪一侧越紧，你这个脚啊转起来就越费力。而你脚只要一转动，这样一转，哎，它就带着咱们的整个腰背啊肌群全部就拉伸到了啊。咱们就这样来，1。做的时候啊，是目光啊是朝下方的啊，因为我要给大家讲解视频，所以呢，我眼睛会看着我摄像机的位置。但是咱们做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姿势啊，眼睛看着下方，看我手指这个位置啊，看好，然后来1转动，每天转个10下到20下，可以在睡前的时候做。2、3，很吃力的这个动作，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你做起来是很吃力的。5、6、7、8，注意看我脚尖，9、10，好，转完了以后回归我们正常的一个姿势。好，此时你活动一下你的身体啊，这样活动一下，好，你会发现啊，这半边身子啊就像没有了一样，那么轻飘飘的感觉特别的爽。然后呢，我们再下一个，你看，比如我锻炼我的左边要不把它牵扯开来，对不对？那我左腿就要立起来，右腿就这样。啊，放好。此时一样的，把我的左手啊，你看放下去，然后右手放在左手的前方，大家看啊，右手在左手的前方，然后把腿伸直。好，形成这样的姿势以后呢，你看腿再往下伸，这个是伸直，这个是再往下。好，然后腿转，1、2、3，好，眼睛看这个位置啊，眼睛看这个位置。4，好。5啊，我们就这样做10下。6、7、8、9、10，好，做完以后啊，你会发现啊，感觉原来就是你正常感觉不出来的，动作一摆出来，很多身上紧的地方就随着我们这个脚转，慢慢就显现出来了。然后转着转着，这个地方拉开了以后，再活动一下你的整个腰部啊、背部，都会感觉特别的舒服。这是今天教给大家的第一个动作。我相信大家把这个动作学会了以后，你们就会有满满的收获。最好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以免想要学找不到了。好，来讲第二个动作。第二个动作更简单了啊，在这里呢，我的演示是什么呢？啊，我不能把头这样
做这个动作。我们做的时候头是这样埋进去的啊，你看手抱背，头埋下去。但是我这里呢卡着一个麦克风，我只要一做这个动作，马上音就爆了啊。所以呢，我们做的时候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啊。这个动作的重要点是什么呢？你看，我们就像晚上睡觉之前趴在床上啊，或者在瑜伽垫上都可以。然后我们要把我们的脚，你看来回的搓动啊，这个角度可能看不出来，这样看，看到没有？脚是一前一后，一前一后。好，我把这个动作，我马上不讲话，我把这个动作完全演示一下给大家看。我们正常做就是这样做啊，我们正常做就是这样做啊。但是为了给大家演示，我头是要抬起来的啊。我们是把正常做把头是低下去的，然后把脚你看来一前一后，一前一后，一前一后，就像一个小虫子啊在地上蠕动一样。其实我们脚在一前一后的时候，你可以把手放在后面，你会发现啊，它是在锻炼着我们的腰部，它肌肉啊是一直像两根筋啊，就绷在这里啊，来回的去搓，就是你这个脚啊一前一后来回搓动搓动，它就把我们的骨盆的位置啊，我们的整个腰椎的位置啊，给它排列好了啊。所以这个动作它是紧中带松，松中带紧，看起来简单，里面不简单啊。你们做的时候呢，就是动作可以缓慢，就像这样，慢慢的去做，啊，挪动起来。然后慢慢的感觉这个腰啊灵活了，很多朋友刚开始做这个动作，它灵活不了，慢慢的腰灵活了，动作做得越来越好。每一下伸展，比如说我现在以我的右脚为例，右脚往下伸，伸到极限，这就是我的极限。你看这个是正常，这个往下伸就是极限，然后回左脚到极限，右脚到极限，左脚到极限，右脚到极限啊，就这样啊。每天去搓上一个50下到100下，然后起来活动一下你的腰部，你会发现前所未有的一种非常好的轻飘飘的体验。而且呢，这个动作坚持做一做，你整个身体啊，我们讲的啊，这个腰部为轴心，然后你的腿啊、脚啊、背啊都能慢慢打开。这套动作是非常好的动作，虽然大家可能看起来啊普普通通，但是呢，你体验完以后啊，你会发现它和你以前接触的一些锻炼的动作又是不一样的一种感受啊。孰好孰坏呢？其实自己体验就能感觉出来。好了，咱们今天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到这里，我是大伟。还是那句话，在别人那里啊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大家没有关注的一定要关注我一下，谢谢大家。